错失最后一班回家的车，孤独地坐在街头。美丽的女子突如其来的出现，正当两人即将擦身而过，女子刚遭受爱情的背叛，被无情地丢弃在宽阔的马路边。男子觉得机遇来临，便邀请她共赴卡拉 OK 解忧。他也正欲倾吐心中的不满，女子毫不犹豫地接受了。于是他们一同进入了卡拉 OK 包厢，他借着歌声排解情绪，男子却心思别处，两人之间气氛越发微妙。在男子正准备更进一步时，他突然匆忙进入洗手间，出来后发现女子已准备好了。当他满怀期望上了床，却发现女子已沉睡，男子顿失兴趣。次日电话铃声中惊醒，这才意识到错过了时间，而那位女子已悄然离去，只留下一纸简短的留言，费尽心思却一无所获。男子感到深深的沮丧，但更加沮丧的事实还在后头。男子名为哲平，广告公司设计部的员工，因不羁性格在工作中总是我行我素，因此被上司贬至需要巴结客户的营业部。由于他随性的打扮，报道当天就受到了上级的斥责。女子名为李子，她那古怪的性格让同事们很是喜爱。哲平因降职心情不佳，两人再见面便互不相让，开始争执。他们成为了办公室里众人眼中的一对冤家。夜幕降临，哲平回到自己的住处，接到朋友基本的来电，邀请他参加次日的联谊会。第二天，哲平心情大好，他突然夺走了李子的小玩偶。在两人争夺玩偶的过程中，不意外的惹来了领导的训斥。李子自然不会放过嘲笑他的机会，他透过玻璃窗对哲平幸灾乐祸。原计划通过联谊会轻松心情，却没料到缘分总是神秘而不可预测。尽管如此，两人尚未迸发出火花，每次相见似乎总缺少些好运，每次见面互相不屑一顾，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各自的魅力。李子的活力与开朗赢得了众多男士的青睐，帅气的哲平同样引起了李子闺蜜高木的注意。哲平正在夸耀他的昨晚冒险，却立刻被女同事的言辞打脸。李子迅速夺走了哲平的手机，毫不犹豫地拨通了那位女子的号码。哲平的脸上顿时布满尴尬。就在联谊会前夜，哲平偶遇了高中时期的初恋早苗。时隔多年，两心依旧悠悠相惜。从对话中得知早苗依然单身，哲平心中重新点燃了希望之火。一向轻浮的他，竟在那晚拒绝了高木的接近。为了掩盖自己谎言被揭穿的尴尬，哲平不得不转而开玩笑。两人正在激烈争辩之时，初恋早苗意外地拨来电话。李子带着好奇凑近偷听，哲平果断将他推开。早苗提议下班后见面，哲平心头顿时喜悦盈满。但今日的外勤特别繁忙，返回办公室发现李子依然在。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哲平与李子未有深入交流，急忙拿起包匆忙赴约。但到达约定地点时，依旧迟到了。无奈之下，哲平只能失望归家。刚抵家门口，便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正困惑早苗如何得知自己住址，哥哥庄一郎却从旁边车中走出。原来早苗已成为哥哥的女友。他提前约见哲平，只是为了避免尴尬。心中刚被点燃的希望瞬间熄灭，哲平只能面对这残酷的现实。接踵而至的糟糕事情还没完，回家后发现手机不翼而飞，只得急忙用家庭电话寻找。每次相遇似乎都不会有好事发生。哲平原本决意将李子拒之门外，却未预料到李子的坚持不懈。李子刚踏进门便开始好奇打量，意外地发觉了哲平与早苗的旧照。正当两人激烈夺取之际，合照不慎被撕成了两半。哲平勉强抑制怒气，要求李子离去。李子却趁机抓起桌上的相册，甚至开始朗读早苗给哲平的字句。哲平再难忍耐，情绪爆发，猛然夺回手中的纪念册。他对李子的侵入感到极度不满。从乡村来到都市，孤身一人奋斗，怀揣结婚梦想投入一段恋情，在爱的深沉之际却遭遇背叛。正是那夜，他被无情抛弃在街头。李子不顾一切地转身离开。哲平内心自责，对言语感到后悔，紧随其后，欲向李子表达歉意。两位命运相似的人停留在天桥之上，决心共同摆脱过往的不愉快。他们一同前往海边。李子手握戒指，犹豫未决。哲平迈步前去，直接夺走戒指。看着李子焦急的模样，哲平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已达成。起初只是一场玩笑，却意外地演变成了现实。哲平整夜在沙滩上寻觅，而李子终于决定放下往昔。次日，哲平赶回公司，衣衫褴褛，领导正巧撞见他的不修边幅，遭到领导训斥，还被要求改变发型。但哲平坚称这是他的个人标志。一个女同事突然拿起剪刀走向他，毫不犹豫地剪去了他心爱的长发。周围同事都被这一幕惊呆了。哲平回过头来，满是不敢置信。哲平站起身，怒气冲冲地注视着李子，然而李子眼中并无畏惧之色。哲平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办公室。当他返回时，已是一头利落的短发。下班时，李子追上了哲平，小心翼翼地递上新买的面包，试图借此赢得哲平的宽恕。出人意料的，哲平并未表现出任何怒意，反感转为感激。李子立刻不再自责。临别之际，他呼唤住了哲平，凝视着手中的热面包。哲平脸上浮现淡淡微笑，随后全身心投入工作。领导查觉了他的转变，因而委以重大项目，同事羡慕的目光纷至。哲平对此激动万分，下班急忙赶往哥哥家中，欲与哥哥分享喜讯，却在门口瞥见女鞋一双。哥哥对他们过往仍然浑然不觉。为避免尴尬局面，哲平找借口匆忙告辞。脚步未远，早苗紧随其后，递上亲手制作的便当，哲平不得不收下。离开时频频回首，
哥哥却在远处旁观。翌日午间，哲平打开早苗准备的便当，意识到无需再隐瞒。哲平挑衅地讽刺李子，李子决意证明自我，破例下厨制作了饭团，自信将其递给哲平。哲平正要赞扬李子的手艺，然而手中饭团似曾相识。对于独居的单身男青年而言，这种饭团简直……这饭团是再熟悉不过的味道。面对杂乱的电脑工作，李子心生质疑，边吐槽边轻推哲平，主动提出帮他整理工作。哲平正欲道谢，电话铃声打断了他。哥哥工作缠身，无法抽身，请求他代为接送早苗。哲平欲拒还未及言，电话已是单方面结束。哲平只好向李子隐瞒，声称有事需短暂离开。哲平选择了沉默离去。李子注视着他匆忙的背影，面上掠过一丝失落。弟弟的旧梦成了哥哥的现实，而哥哥对此依旧无从知晓。那一天，哥哥因紧急工作无法抽身，只得请求弟弟代为迎接女友归家。然而回家之后，哥哥并未见到女友的踪影。反观眼前是两人恋爱时的合影留念。面对迟到的两人，哥哥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疑问。哲平刚想解释，早苗却率先向哥哥道歉。他坦诚却曾与哲平有过交往，但强调两人关系不过是青梅竹马般的纯真。出于对庄一郎误会的担忧，他才不得已选择了隐瞒。哲平急忙附和着，连声强调自己在高中时并不懂得爱情的真谛，仅是彼此单纯喜欢的感情。庄一郎听后终于释然，随即拿出了精心准备的礼物。早苗小心翼翼地揭开礼盒，内心波动难以平息。而眼前的求婚令早苗泪眼婆娑，哲平的面孔却失去了往日的光彩。哲平强作欢颜，向这对幸福伴侣献上祝福，但内心却是满载着复杂难明的情绪。他心中纠结，步履蹒跚地回到了公司，却意外地发现李子还在忙着帮他完善工作。李子见哲平归来，脸上立刻绽放了欢乐的笑容，哲平却只是淡淡地回以一声谢谢。这份冷淡的态度让李子感到怒火中烧。他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来送饭团，还满心好意地协助他完善工作，却换得了这般冷漠的回应。李子失望至极，转身黯然离去。李子对哲平的冷漠感到诧异，但也试图理解他此刻的心境。他希望能适时地为哲平提供一些慰藉。李子没曾想到自己的安慰反而添乱，时机不当的玩笑导致哲平勃然大怒，气氛急转直下，变得异常尴尬。李子意识到情况，选择了无声的退出。但倒霉的事情接踵而至，哲平因其过于强硬的工作态度得罪了设计部的同事，在设计部全体的压力下，领导不得不让他放弃了手头的项目。李子深知哲平所付出的辛勤和汗水，担心他会因此失意沮丧。在犹豫了许久之后，他还是拨通了电话。哲平谈及尚未完成的工作，然后急促地结束了通话。尽管他已经被迫放弃了项目，什么工作尚未告一段落，满怀疑虑，李子也步入了办公楼。办公室的灯光亮着，却无人在场。在保安的指导下，李子最终在顶楼找到了哲平。尽管项目已非他分内之事，哲平仍愿尽责至终，不为旁人的赞许，只为对得起自己的努力。意外的，平日不羁的哲平居然能吐露出这番深刻的理解。李子开始重新评价哲平，感受到些许幼稚，但哲平仍配合着李子的剧情。李子偷取了领导办公室的香槟，装模作样的与哲平共庆。还未尽兴，两人决定回家继续。他们沿着马路边走边闹。哲平询问李子何时感到幸福，李子借着酒意攀上了栏杆，李子一失足跌入哲平怀抱。就在那一刻，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真情。于是，在下一路口，他叫住哲平，已想好如何回答那个问题。迟钝的哲平还没回过神来，男子出席公司运动会，却被告知必须输给领导的儿子。哲平明白这潜规则，于是向领导表示了解，但听到搭档的负面话语，哲平不忍心继续。哲平的鼓励让小男孩振奋，但他对领导的话置若罔闻。随着发令枪响起，他们如脱弦之箭般疾跑，并迅速将老板父子抛在后头。领导看出哲平可能搞砸，急忙追喊着哲平的名字，但哲平并未减速的意图。旁边的李子紧张的手心出汗，哲平一瞬的分心打乱了步伐，导致搭档差点在赛道上摔倒。正是因为哲平的这个错误，老板毫无争议的获得了第一。领导以为哲平是故意的，不由得称赞他的演技。看着小男孩失望的身影，哲平内心充满了自责。李子默默见证了这一切，向小男孩解释哲平胜利的渴望。小男孩的怒气顿消，还主动递上一盒便当。但看着那些不怎么样的便当，哲平显得不屑，想要放到一边。哲平对这些饭团讥讽不止，而李子对那味道却很有信心。正当李子坚持邀哲平尝试时，同事们好奇地围了上来，接着每人拿一个迅速吃光。哲平手中的那份也未能幸存，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做便当，还是为了他暗恋的对象。李子试图掩盖心中的落寞，坚持要哲平请他吃饭作为补偿。哲平无奈，只得同意。李子趁机提出要吃豪华的法餐，李子打算趁此机会大吃一顿，却被哲平带到了便宜的印度餐馆。作为常客，哲平被服务员提前送上了生日蛋糕。得悉哲平生日将至，李子自愿表演魔术庆祝。看着哲平的怀疑表情，李子誓言让他刮目相看。他们边吵边笑的互动中，吉本恰巧从窗户瞥见了这一幕。吉本暗恋着李子，目睹他们的亲密举动，难堪的打了个招呼便匆匆离去。哲平意识到了吉本的误会，立即追出去澄清。哲平将吉本领回，并给他们安排了独处时间。哲平的行为让李子感到失落。次日，他上班时情绪低落，哲平提议晚上出去喝一杯作为补偿。
李子的心情顿时晴转多云。下班前，他迫不及待地化了妆，但到了酒吧才发现，这并非他想象中的单独约会。基本不知道水源已答应了哲平哥哥的求婚，主动试图重燃他们的关系。而四人陷入尴尬沉默时，偏偏遇到了大学同学。同学们注意到水源手上的戒指，误以为两人和好，开起了玩笑，触及了哲平的痛点。他怒不可遏。恰逢哲平哥哥庄一郎的出现，水源随哥哥离开后，同学们纷纷道歉。哲平失去了再次停留的兴趣。李子正要追上哲平时，却被闺蜜高木抢先一步。高木赶上前，挽起了哲平的手臂，向哲平透露自己刚买的漂亮睡衣，并邀请他到家中给出意见。哲平勉强隐藏自己的喜悦，他总是乐于助人。听说有新睡衣，他便迫不及待地想要看。他告诉他不要急，让他先在卧室等候。他满心期待地走进他的卧室。李子提出自己错过了末班车，打车回家又太昂贵。哲平立刻失去了看睡衣的兴趣，只得无奈地离去。闺蜜洞悉了李子的小心思，李子一时无言以对。次日上班，李子又刻意提起昨晚的事情，哲平并不觉得尴尬，反而抱怨李子破坏了美事。李子也不示弱，开始批评哲平的感情态度。哲平坦诚这就是他的风格，并拒绝接受李子的指责。哲平的回答让李子彻底失望，两人的关系迅速陷入低谷。哥哥记得哲平的生日，邀请他晚上到家中共饮。当哲平回到公司时，恰好遇见正准备回家的李子，二人尴尬地打了声招呼。哲平正要离去，哲平以为李子故意捉弄他，却没注意到李子犹豫的眼神。晚上，哲平按约来到哥哥家，还未入门便听到呼救声，原来是水源在搬家具时伤了脚。哲平体贴地为水源处理伤口。李子在橱窗前出神地看着蛋糕，水源的心情因回忆而变得复杂，两人的氛围突然变得微妙。李子手持魔术道具，在楼下焦急地等待哲平。这时天空下起了雨，雨势越来越猛，哥哥却迟迟不归。为避免进一步的尴尬，哲平提出要提前离开。这时水源喊住了他，随后递出了精心准备的礼物，正要把礼物交给哲平，水源意外跌入哲平怀中。意外的接触让两人更尴尬。水源把手工制成的手套送给哲平，这份礼物让哲平回想起旧日恋情。哲平冲动的话语让他后悔，他没有回头就急忙离开了。李子在寒冷的雨中等待已久，他见哲平迟到，却装作刚到。李子用心准备的魔术表演，试图用魔术逗哲平笑，但在变出生日蛋糕的魔术失败，生日蛋糕被压扁了。哲平触到李子的冷手，才明白李子一直在等他。李子羞涩的想要否认，电话留言突然响起，他等待时，哲平与前女友在一起。李子感到自己像个傻瓜。哲平伸手想要拥抱，但他愤怒地推开了哲平。他的等待不仅仅是为了一个拥抱，而是想让哲平感受到他的心意。李子带着伤心冲出门外，独自一人走入冷雨中，打开蛋糕盒，看到变形的蛋糕。哲平终于理解了李子的感受。第二天，李子病假在家，哲平怀着歉意前去探望，但在门口即被李子赶走。无意间，他看到门口的垃圾袋，哲平的心再次柔软了。他毫不犹豫地冲进李子的房间，决定为他煮一顿营养晚餐。果然，厨艺男的魅力无人能挡，李子的怒气也随之消了大半。家中食材匮乏，哲平只能煮一锅简单白粥，但这份心意让李子非常满足。第二天公司团建时，同事们试图讨好领导，精心编织的节目赢得笑声四起。身无长技，哲平只得忙于侍候，却遭遇领导因貌相妒忌，故意设局使他陷于窘境。哲平的脸上写满了困扰，对高尔夫球竟然一无所知。在困惑无措之际，李子勇敢地迈出了一步。次日，二人共赴高尔夫绿茵场，李子悉心指导，动作示范，一杆挥出，姿态堪称完美。李子面露难色，情绪突变，急忙带着哲平匆匆离场。出现的正是背叛李子的男人。哲平寄出昨夜得来的名片，自诩为富家子弟以应对局面。哲平摆出姿势，试图装逼，内心却是波澜起伏，不安不已。李子隐匿一旁，暗中指点，哲平紧随其后，竟挥出完美一击。此举让哲平信心倍增，临别仍不忘向情敌炫耀。情敌愤怒至极，耀武扬威无用。李子感受到了复仇的甜蜜，感激之情涌动。李子许下诺言，愿意耗费周末时光，传授高尔夫技艺。哲平深知李子的好意，然而对水源的情谊仍有未了。在两难之际，他犹豫不决。浓情蜜意的订婚礼正如期举行，面对即将成亲的旧爱，哲平心中百感交集。夜晚的酒吧，情绪低沉，高木洞悉他心中的秘密，得知哲平心系旧爱，高木为李子叫屈，哲平无言以对，尴尬万分。而李子早已听清楚，藏身在暗处，女人在镜前精心打扮，只为今夜俘获心上人。兴冲冲赶往酒吧的他，耳边响起的是令人心痛的对白。李子黯然神伤，选择了离开，自问情感是否只是一厢情愿。在愈加悲伤之际，偶遇了酒后的吉本。哲平等不到李子的出现，电话关机，让他焦虑不已。哲平毅然抵达李子家门前，李子对哲平突如其来的造访略感诧异，哲平立刻抱怨李子失约，连个电话也未曾拨打。李子草率地道了歉，似乎就要关闭门户，这让哲平感到更加不悦。哲平突然洞悉了真相，从那日起，李子对哲平的态度一变再变，他总是刻意与他维持一段距离，这让哲平心中泛起波澜。当街上情侣们的甜蜜映入眼帘，哲平的思绪不禁飘向了李子。哲平其实早已察觉，
自己心底的情感已悄然转变。当天，两人偶遇于外勤途中，李子依旧保持着那份冷淡。哲平鼓足勇气，紧握住李子的手。他深知李子不是轻浮之人，不愿相信他会将生人带回家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人的关系并未显现出和解的征兆。当天，哲平接到领导的紧急任务，哲平认为机会来了，于是他特意让李子留下共同加班。办公室内，两人沉默不语，氛围几乎凝结成实质。哲平尝试破冰，鼓起勇气开口，然而正欲说话，李子的电话响起。电话那头的闺蜜似乎猜到哲平就在旁，李子的戏码却愈发投入。哲平在一旁保持沉默，心中却是愤怒如焚。他独自肩负起全部工作，以往的示好心情早已消散无踪。闺蜜满脸困惑，电话被挂断，而哲平几乎怒气攻心，目标达成，眼看着就要成功。但李子似乎无心喜悦，于是带着闺蜜倾诉内心的郁结。闺蜜透视李子言不由衷的伪装，担忧恶作剧玩过火，结局难以收拾。李子的回答显得力不从心。次日，哲平因工作疏失遭遇严厉斥责，还被要求向客户深表歉意。李子意识到了错误，急忙检查电脑数据，却发现问题出在自己昨晚的疏忽。他正准备挺身而出承认过错，却被哲平果断的拦下。每逢放弃的念头浮现，哲平便温柔的让人心动。李子厌倦了这些虚情假意。正当哲平向客户致歉之际，家中水管爆裂，犹如瀑布。房东找不到哲平，急中生智，电话便打到了公司去。李子感到一丝愧疚在心头，知晓哲平是在替他承担，他便自告奋勇前往哲平家，希望能为他分担些许烦恼，却意外遭遇了初恋水源。同时，在一个酒吧的角落，哲平与吉本不期而遇，真相大白于那醉意朦胧的夜。原来那晚吉本突患重病，李子出于善意留他过夜，两人之间并无超越友谊的举动。哲平心存对水源的牵挂，对李子的情感也难以割舍，心中的纠结让他彷徨无措。在迟疑不决的时刻，却见两人正为他整理家园，明明心中满是关切，却都不肯率先表达。心爱的杂志泡水毁了形，哲平瞬间怅然若失。那本杂志曾激励他前行，对他而言意义非凡，但杂志绝版已无处寻觅，哲平无奈却怀揣感激。他提议共进晚餐以表谢意，在水源的坚持下，李子才不情不愿的同意。然而共餐之时，哲平对水源的细心关照引起了李子的嫉妒，两人的晚餐氛围陡然紧张。水源追出，面对愤怒的李子，他洞察到两人心底的情感，不愿成为他们的绊脚石。水源的坦率让人意外，李子再不踌躇，下定决心追求幸福，而他的第一步便是瞒天过海，成功获得哲平的关注，接着巧妙留下悬念。哲平准备前往李子处，回想起昨夜哥哥遗落的文件袋，于是顺手将其带了去。正当他准备告辞之时，水源突接一紧急电话，得悉庄一郎并未按常去工作。水源忧心的模样显而易见，哲平即将赴约却心生迟疑。同时，李子正静候惊喜成真，倒数着即将到来的时刻。水源察觉哲平的焦躁不安，李子依然没有等到哲平的到来，只接到了他取消约会的电话。哲平的犹豫语气透露了真相，李子一瞬间洞悉了事情的经过。哲平解释不停，但时机已失。李子哽咽的声音令哲平心乱如麻。经过一番挣扎，他决定去见李子，最终还是迟到了，错过了约定。哲平四下寻找着李子的踪影，忽然目光被前方大屏幕吸引，顿悟之下，他赶往控制室，查看8点的留言是他的目的。留言内容让他豁然开朗，于是他电话里告诉李子10点在原地见。他将耐心等候，时间一秒秒逝去，人群来来往往，但李子的身影依旧未现。哲平愈发焦急，体会李子之前的心境。正在此时，李子的电话来了。哲平深感自己的过错，向李子郑重道歉。李子提出以一次小惩罚来对付他，哲平听从指示，开始递上道理，试图用简单的方式搪塞，却被身后的李子现场揭穿。哲平面对李子，愧疚难以言表。李子取出一本崭新的杂志，这本杂志对哲平意义重大，他的绝版让他变得难以觅得。李子原计划在失约后将其丢弃，但最终他未能下这个决心。李子递给哲平杂志，转身欲走。恋人整夜斗地主争高下，晨曦中，流言凝结成冰的字迹，爱始于甜美的曙光。李子寻找贴近哲平的借口，渴望向世界宣布他们的爱。哲平却选择了沉默，避免情感泛滥至职场，担心引发办公室议论，争执升级，言语不投。哲平无奈承担责任，李子也被卷入其中。图书馆成为他们的共同前线，一同决策旅行计划。李子心存对白日之争的不满，若拒绝私情入公务，理应独立承担工作。哲平只得妥协屈服。晚宴邀请，兄弟水源同桌，恋情公开，夜幕见证。李子乐言开启，心花怒放。饭局上情绪却意外波动，感情纠葛激起风波。李子以酒避开窘境，留哲平守护水源的安宁。往昔水源悲伤，哲平是避风港。纵然爱已成往事，哲平依旧是他的太阳。李子出现，话题戛然而止。手套意外现身，气氛紧张。哲平急忙掩盖。李子疑云生。等待二人离去之际，李子质询手套的来源。哲平坦诚无需遮掩，仅为免于误解，保持沉默。李子心存猜疑，不易释怀，暗疑两人背后有所隐瞒。哲平厌倦李子多疑之态，他的嫉妒让他难以忍受。争吵再起，难觅和谐。
李子恫吓以分手为筹码，哲平却岿然不动，不受威胁。李子面临尴尬的僵局，但誓言不退，维持自尊，坚持演绎至戏剧终幕。李子施展最后手段，哲平一瞥即识破其虚张声势。冷战开始，避无可避。即便在组织的休闲旅行中，彼此如同陌路，默然无言。李子正享受温泉的舒适，却听见哲平在一旁大肆诋毁。愤怒中，李子决意教训他，结果不慎伤及了上司。上司无辜成了枪下之鬼。本以为美人能平复他的心，却迎来的是个大妈级人物。哲平在冷战中故作亲昵，惹美女欢笑。李子只得拿螃蟹腿泄愤。宴席终了之时，除领导外，众人皆心情愉悦。美女依依不舍地留下了电话。李子恰逢此景，心生醋意，看着李子的愤怒模样，哲平反而心情大好。李子被问得无言以对，哲平觉得自己达到了目的。突如其来的吻，李子措手不及。李子告诉他，在他的家乡山巅，大约每10秒便有流星划过。他希望与哲平共赴那里观星。二人同心未泯，相约以都指城市结束了公司的休假之旅。哲平态度180度大转变，他开始公开他们的恋情。没想到众人都不感到惊讶，原来他们的关系早已人尽皆知。旅途中为哥哥挑选了特产，下班后哲平特意送去。李子想要拍合照留念，却发现哲平心事重重。李子关切地问及缘由，哲平却巧妙转移了话题。直到水源次日登门，为了不让哲平过分忧虑，他特地前来说明情况。李子这才豁然开朗，这就是哲平心绪不宁的因由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李子并未动怒，尽管心中微感失落，但他选择信任哲平，相信他能妥善处理感情纠葛。由于旅行策划的成功，领导将一个重大项目交予哲平，哲平信心十足，准备大展拳脚，汲取之前失利的教训。他改变了以往的工作风格，始终保持开放心态，倾听同事的建议。他们逐步消除了对他的成见。目睹哲平全神贯注于工作，不知疲倦，李子忍不住对他产生了怜惜之情。哲平虽然表面上一副正直的样子，却难以遏制自己的腿部动作。为了辛勤工作的哲平，李子准备了满桌的美味佳肴。当享受这顿大餐时，古怪可爱的李子突发奇想，提议和哲平一起玩一个情侣游戏。他只露出双手藏在衣物之后，在哲平的协助下帮他夹菜。就在他们欢乐之际，一位不速之客突然闯入。远道而来的父亲意外造访，却不慎撞见这一幕。看着未来岳父面露不悦，哲平便识趣的告辞了。父亲在乡下经营一家小旅馆，家族成员齐心协力运营着，唯独李子逆流而上来到东京。父亲始终对他的工作持保留态度，加之旅馆急需人手，因此希望李子能回家帮忙。李子坚决拒绝了父亲的要求，坚称自己目前无法离开。父亲问及是否因为先前的男子，李子轻轻点头，没有再隐瞒。虽然幸福无法保证，但李子仍愿意为爱不顾一切，为了和心爱之人共处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留在东京。面对女儿如此坚决的态度，连严苛的父亲也不得不接受。迎来了两人相爱后的首个圣诞节。那天他们一起出门购物时，意外看到了哥哥正与一位陌生女子约会。此后的约会中，哲平显得心神不宁。经过深思熟虑，他选择了暂时离开李子，决心探明兄长行动背后的真相。哲平带着疑惑赶往哥哥的住所，却目睹媒人正忙于选定婚期，担心误会会伤害到他们的关系。哲平的话到了嘴边，又硬生生咽了下去。同时，在另一边，最好的朋友得知了情况，急忙提醒李子。李子对朋友的警告置之不理，坚信哲平的心中只有他一个。得知哥哥和水源正在准备婚礼，李子误认为哥哥的行为是个误解。目睹哲平全神贯注工作的身影，李子不禁沉醉于幸福的氛围中。圣诞节当天工作量大增，为庆祝首个恋爱纪念日，李子精心准备了一个惊喜，等待哲平归来。但哲平加班时却接到了水源的来电，原来当天是他们的高中同学会。尽管工作繁忙，哲平并未计划参加，但听出水源犹豫的语调，他感到水源似乎有事隐瞒。最终，哲平还是出席了同学聚会。同学们得悉水源订婚的消息，纷纷要求瞧见他的订婚戒指。哲平见状，迅速装作身体不适，带着水源匆忙离开了聚会场所。每次水源遇到困境，哲平都会及时伸出援手。水源对哲平的救场行为表达感激，同时坦白不愿再给他添麻烦。哲平理解水源的担忧，他表明虽曾相爱，但现在只希望作为哥哥的女友。水源幸福。听到哲平的话，水源再也抑制不住情感，他冲入哲平怀中，泪流满面。同时，李子在家中听到留言机的信息，家中常收到神秘的电话，女方接听后总是沉默，但男友接听这类电话时，总是紧张地退避至卧室。男友的怪异举动引起了李子的疑虑。直到那天，电话那头终于传来了声音，这位神秘女性自称奈美，是庄一郎的初恋情人。两人正谈论婚嫁之际，奈美的母亲因谋杀案入狱，庄一郎为了自己的检察官前途，无情地选择了分手。分手后，两人各自组建了家庭，本无交集，但一起案件让他们再次相遇。自那刻起，奈美决心复仇这个曾背叛她的男人。她趁机多次接近庄一郎，而庄一郎对于抛弃奈美充满愧疚，希望弥补过去的错误。两人带着不同的目的，彼此的距离越拉越近。庄一郎终究没能抗拒诱惑，沉溺于奈美的柔情蜜意之中。家中接连不断地响起怪异的电话，庄一郎频繁以工作为由外出。水源开始隐隐感到事情不对劲，面对质问，水源竟然说不出话来。两人之间的感情出现了不可修复的裂缝。
奈美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，便故意向水源拨打了电话。目睹水源伤心欲绝的模样，庄一郎终于醒悟，懊悔不已，决心断绝这段不应发生的关系。此时的奈美撕下了伪装的面具，威胁庄一郎将失去检察官的职位。庄一郎却早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，曾经为了职场前途无情的抛弃奈美，现在却愿意为水源放弃一切。奈美誓言要让庄一郎长受更多苦楚，却发现自己惨败，一无所有。奈美的行为简而言之就是深爱转为深恨，破镜虽可重圆，裂痕犹在，何况是复杂的人心和感情。水源虽想重新开始，内心却充满痛楚。趁着同学聚会的契机，水源打给了哲平。聚会上，众人得知水源已订婚，纷纷催促看他的订婚戒指。水源在尴尬中不知所措，哲平却勇敢地站出来帮他摆脱困境。后来面对哲平的关怀，水源无法再抑制自己的感情，情不自禁地投入哲平的怀抱。与此同时，李子偶然听到了电话留言，意外得知了两人的关系。女人在男友衬衫上发现了外来的唇印，却并未立即质问，而是静待其解释。今天，他们迎来了共度的第一个圣诞节。哲平因工作不得不留在公司加班，理解万岁的李子并不生气，反倒是满心欢喜地为哲平准备惊喜。他满怀期待地回家，却听到了令人心碎的电话留言。李子凝视着代表欢乐的圣诞树，期待哲平能给出一个主动的解释。然而哲平回家后，虽然谎称一直在办公室加班，未曾提及与水源的相见，李子心中失望，却未揭穿，遂以借口急忙离开现场。哲平困惑之际，电话留言揭露了同学的话语，哲平悔恨，立刻追出门外。但李子所期望的并非解释，仅凭一句我爱你，李子便坚定地选择信任哲平。为掩盖哲平的窘迫，他巧妙附上了水源的唇印。水源也释怀了庄一郎的过往，开启了婚礼的筹备热潮。面对镜中的婚纱倒影，思绪不由自主飘向哲平。李子与哲平重归于好，并约定坦诚相待。水源晚间又来访哲平，李子得知水源的不幸，担心尴尬，选择避开。水源表面上原谅了庄一郎，哲平却看穿了他的勉强笑容。密友忧心情侣，旧情复燃，李子却对哲平信任有加，自知性格任性，男人常迁就，但哲平的不同让他刮目相看。他既不迁就，也敢于正面对抗，与男人坦诚相处，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见李子幸福的神情，闺蜜暗自计划考验哲平，悄悄踏入哲平的住所。男人归家，惊见闺蜜躺床上，疑惑之际，闺蜜提出选择难题。哲平脑海中警报大作，哲平准备探明真相之时，李子却出其不意的现身。李子一边追打一边斥责花心哲平，边打边骂，情绪激昂。闺蜜在旁不停煽动李子情绪。哲平正陷入困境之际，紧急敲门声成了解围之机。门外竟是哥哥庄一郎。庄一郎面带紧张地询问哲平，今日水源是否曾来找他？哲平否认后，庄一郎即刻转身欲走。哲平见状，急忙拉住哥哥，追问发生了何事。哥哥犹豫不决的态度，让哲平推测二人出现了纷争。次日，在公司楼下偶遇，哲平碰见了酒后的水源，正欲联络哥哥之际，水源却制止了他。李子恰巧目睹了这一幕，目送二人背影，心生落寂。哲平尽力修复兄弟间的紧张关系，不知水源已心生变化。他正欲坦白之时，哲平的手机铃声骤响。水源望着情侣贴纸，话语哽咽，无奈目送哲平离去。李子回公司后试探哲平，故作轻松询问他的去向。哲平坦然回答，令李子惊喜万分，心中遗失的欢愉重燃。李子异常主动提出帮助，哲平困惑，未能明了，但方案汇报的重要性让他暂且搁置思考。哲平为方案劳心劳力，盼以此证实自身能力，但方案最终未被采纳，哲平沮丧。李子深感其心痛，独自至神社的哲平，意外与水源再度相遇，晚归令人忧心安危。哲平好意将水源带至家中，欲告知哥哥时，水源又一次制止。李子担心哲平受挫，精心策划小魔术，旨在为他打气鼓劲。李子目睹的一幕令他难以置信，他悲伤的摔门离去。哲平追出，最终在大桥上截住李子。李子深爱着哲平，爱到了骨髓深处，他拒绝接受眼前发生的事实，不断追问哲平为什么这样做。面对李子的追问，哲平沉默不语。李子难以忘怀哲平的背叛之痛，选择回到乡下的家中暂避风头。家总是他最温暖的避风港，而哲平则深陷自我谴责的漩涡。最终还是拨打了电话给李子，但一听到是哲平的声音，李子便果断地挂断电话。哲平感到束手无策，只能不好意思地向李子的密友求助，但密友的回答令他尴尬万分。看到哲平如此自责，密友终究没有再难为他，透露了李子即将回城的消息。次日，李子被父亲送往车站，父亲早已察觉到李子的心事，李子的眼眶迅速充满泪水，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忧，他强颜欢笑，谎称自己一切安好。带着复杂情绪，李子返回东京，哲平已在车站耐心等待，两人默默并肩走着。哲平主动扛起李子的行李，还细心地为他戴上围巾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思考，李子坦白自己仍旧无法忘记哲平，哲平同样明确了自己的感情。尽管纷争暂时平息，但问题的根源仍未解决。为了清除两人之间的感情障碍，哲平决心向水源坦诚表白。李子听后内心暗自欢喜，晚上他主动替哲平陪客户用餐，哲平则邀请水源至楼下餐厅见面。正当哲平酝酿开口之际，
水源洞悉了哲平的真意，接着水源向哲平透露，他与庄一郎已经解除婚约，不久将前往上海的分公司工作，决心在海外开启新生活。意识到这或许是最后的告别，哲平在分别前又呼唤了水源一声，将一本充满回忆的高中相册送给水源，希望在他感到不快时能够带来些许欢笑。水源轻抚着每一张散发着过往的照片，旧时光如电影般一幕幕在他眼前重现。而李子在告别晚宴后，却始终未接到哲平约好的来电。担心之下，他来到了哲平住所楼下。透过窗户，李子望见室内灯光的温暖，他以为哲平或许忘记了回电。正当他准备上楼寻找答案之际，房间里的灯光却意外的熄灭了。水源在重温那些共度时光的照片后，不禁被往昔的甜蜜感情所感动。他试图压抑着涌上心头的感情，起身准备匆忙告别，但在慌乱中意外触碰了开关，四周一片漆黑，情绪终于溃堤，水源泪流不止。李子静静凝望着那灭去的光，往事的影像再度重现在他的思绪里。于是他汇聚勇气拨打哲平的电话。水源眼见电话被挂断，心中又闪过一丝希望。当他正欲向哲平靠近时，哲平却明确地表达了拒绝。哲平坦诚，心中仅由李子一席之地。虽然李子时常任性且易怒，但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。水源含泪，情绪崩溃下留下简短的告别，随即转身快步离去。而哲平却未意识到，他与李子的感情正面临更大的试炼。晚上，李子目睹另一女子离开男友住所，心中误会男友与旧爱重燃旧情，对哲平的信任感遭到了彻底的动摇。然而背后的真相是哲平为了爱情坚决地拒绝了水源。当两人次日相见，哲平递上2张车票，想实现与李子的旧约，一同前往故乡山巅观赏流星雨。但李子对昨晚的误会耿耿于怀，将车票退还给哲平，并拒绝了他的邀请。哲平一头雾水，急忙追问李子发生了何事。只有此刻，哲平才得知李子的误解。他急切地向李子阐释，昨晚与水源并无任何过界之事。如果是过往，李子或许会选择相信，可如今他已厌倦了哲平不明确的态度。在反复的伤害和原谅之间，李子的信任逐渐消失殆尽。随后他提交了辞呈，决定回乡帮忙父亲打理家业。李子的决断令哲平感到震惊，他下班后便前往李子家中，恳求他留下，并表达重新开始的愿望。但当爱情以失信任这坚实基石，又怎能轻易重返往昔？李子坚决拒绝了哲平的请求。在这段感情中，他已精疲力尽。朋友们为李子举办了送别聚会，闺蜜意图让两人解开心结，私下邀请哲平参加，未告知李子。但此举让李子面露不悦，当众宣布他与哲平的分手。哲平承认过去的优柔寡断给李子带来了伤害，但他表示他已悔改，并将坚定对李子的情感。目送李子匆忙离去的身影，哲平心中涌起一片空寂。而李子回到家，却意外遇见了水源。水源为之前的行为向李子道歉，并坦言自己已被哲平拒绝。李子这才明白自己误解了哲平，不想见李子带着遗憾离开。闺蜜劝她在离开前与哲平见一面，确认自己的真实感受。犹豫之后，李子还是找到了哲平，并约定晚上在他家见面。但哲平却因工作应酬不得不迟到。吃饭时他心急如焚，而李子在不见哲平的等待中，意外发现了一个陌生女子的戒指。往昔的不愉快记忆浮现心头，李子再次陷入猜疑。结束应酬的哲平急匆匆回家，只见空荡的房间，不见李子的身影，而李子的手机也关机了。哲平急忙赶往李子的家，发现李子平安无事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并询问李子为何放他鸽子。李子却巧妙转移话题，表明不愿意争吵结束这段关系，所以才约哲平今晚见面，只想和他好好告别。哲平却没有放弃，他始终想要挽回李子。李子果断地关闭了房门，哲平在外苦苦哀求。面对最后的机会，哲平如何挽回？今天是他们最后的约会。李子独自在东京奋斗多年，从未真正游览过东京。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，也为了给这段关系画上句号，他们像初来乍到的游客，乘坐观光巴士游览各个景点。但快乐时光总是那么短暂，在这分手旅程的最后一站，他们来到了曾一同走过的海滩。李子回想起那失落的钻戒，被渣男抛弃后，他一直小心保管，越是珍贵越容易失去，就像当初在这里丢失钻戒。现在李子失去了更珍贵的东西，哲平毫不犹豫走向大海，他希望帮李子找回钻戒，也希望找回失落的爱情。哲平再次表达自己的心意，那是在这片海滩上。李子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哲平，现在同样在这片海滩上，李子给关系画上了句号。虽心中万分不舍，但也到了分别的时刻。李子亲吻哲平的嘴唇，以吻别作为最后的告别。哲平无法说出再见，看着李子离去的背影，他将不舍埋藏心底。次日，哲平加班于公司，看着李子的空位感到失落，再次感到心头的失落。便签吸引了他的注意，哲平捧起李子制作的便当，便当的余温温暖了他的心。他疯狂地冲出办公室，在车站寻找李子的身影。最终在列车启动的刹那，哲平把李子拉下了车。面对哲平的再次挽留，李子终于说出了心里话。他实际上并没有厌恶哲平，只是自己动摇不定，感到厌烦。在连番猜疑后无法再坚信，李子坚定地上了远去的客车，目送着渐行渐远的车影，哲平决然地追了出去。但故事已落下帷幕，他让深爱的女孩离去，孤身一人的家中，李子以家务冲淡忧伤。家务劳作让他暂忘悲痛。门外响起熟悉的声音，李子喜出望外，
是好友高木。两位老友共享温泉时光。高木轻声询问李子的心事，李子自责，承认自己的错，坦白自己的无理取闹，意识到这样的关系终将结束。哲平得知高木见过李子，急切地想了解李子最新情况。如霹雳般的消息击中心房，哲平急忙打包行囊，赶往李子的故乡，誓言不负所爱。女孩因相亲而心烦，却意外瞥见前男友。在突如其来的混乱中，前男友不顾一切闯入，李子不得已带哲平离场，两人争执不休。李子父母亦不出屋，相亲之事不了了之。即便哲平搅局了相亲，父亲依旧热情接待。饭后，他们围坐火炉旁，李子坦诚与哲平相见喜悦。经过深思，他有所领悟，担忧失去源于内心迷惘。李子决意为自我而生活，必须学会更强大。他曾对感情给予甚微，现在他决意改变自己。次日前往车站途中，哲平想重游那个地方，那处天降流星的山巅。李子犹豫片刻，最终答应，满足了他的愿望。立于银装素裹的山巅，哲平满怀勇气表达爱意。他并未要求李子立即回答，承诺下周6再次等候。届时若李子未出现，他便会放手。哲平离去，李子变得恍惚，姐姐却洞察一切。他鼓励李子勇敢追寻幸福，情真意切就不应计较得失，爱情中过于计较无法幸福。姐姐的言语唤醒了李子，隔日他决心返回东京。父亲不但没有阻拦，还深情告诫，家永远是他的庇护所。获得父亲的支持，李子追求幸福的步伐更坚定。父亲在临别时叫住他，递给他象征幸福的苹果，轻轻投入他的怀抱。尽管父亲寡言少语，他的爱却深沉而真挚。同时，哲平参加了公司的聚餐，新同事对他一见倾心，酒后拉扯不休。哲平正感困扰之际，接到李子的电话，还未来得及解释，李子便气愤挂断。哲平内心焦急万分，但明日有重要报告。方案报告结束，哲平疾驰赶往李子所在，却不想遇上意外，避让动物。车坠沟中，手机信号全无，幸好遇见热心村民，无偿送他至目的地。哲平不顾一切奔向山顶，到达约定之地，却不见李子身影。看到留言板才知错过，心寒归于东京。项目成功收官，他却乐意兴奋不起。领导同事纷纷点头称赞，哲平内心却无波澜。东京街道上，他漫步无止，随思绪飘回与李子往昔，怀念当初的快乐时光，情不自禁。他踏至初遇李子之所，不期而遇，惊喜交集。李子提议重启旧日情感，渴望找回遇见前的自我。话毕，匆匆道别。命运引导他们重回起点，情路多坎坷，愿彼此在爱中坚守本心。